欢迎回来。重庆狼队对阵到佛山第二季，他们在自己年总淘汰赛的第一场 BO7，也是两支队伍在今年的第一场 BO7。目前的比分，佛山第二季3比2重庆狼队。要知道，我们前面有聊过，两支队伍在历史的 BO7 交手上产生过5次，狼队赢了4次，第二季赢了1次，唯一赢的那一次，距离今天已经时隔了1381天，非常之久了，很久了。而今天他们非常有希望，不打巅峰对决，直接战胜重庆狼队。对于佛山第二季来说，他们已经有1300多天没有能够在 BO7 战胜重庆狼队了。但是对于重庆狼队来说，很多队伍对于他们都是有羁绊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狼队总是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最后去拿到自己想要的目标。而现在这场 BO7 还没有结束，两支队伍他们虽然在之前的5场 BO7 当中胜负各有，但是他们当时两支队伍交手的第一次 BO7 就是巅峰对决，是在21年春季赛的季后赛。这么有缘分吗？而时隔4年，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是孟兰和小胖他们都从自己的队伍当中变成了大哥位置，他们深深的知道自己要在这个队伍当中承担的作用，而他们的身边也多了非常多的新面孔。子焕、道仔，他们在今年的话呢，都经历了很多。道仔在去年年总，我觉得他是蜕变的一位选手。而子焕的话呢，他来到了狼队之后，自己的打法风格也随之进行了改变。所以今天狼队能不能再让我们看一场巅峰对决，这个很关键。毕竟我们前面有聊过，24年年度总决赛的时候，当时在淘汰赛阶段4场巅峰对决，狼队参与了3场。没错。长沙真是个好地方啊，确实。从去年的年总到今年，我感觉在这个场馆巅峰对决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呀，而且也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比赛画面。是的。还有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所有的选手来到这个场馆之后，都会静下心，快速的去处理脑中的信心，完全的沉浸到比赛当中。而目前对于佛山第二季来说，依旧手握赛点的情况之下，他们在只要比分没有敲到最后一下，始终拥有主动权。看到蓝色方是佛山第二季，因为是败方选边，第二季主动选蓝，是想抢我们前面有聊的那几个英雄之一。他肯定要放盾山、鲁本大师，还有一手空空儿。对，看一下狼队来如何去应对这一把的 BP 吧。这一把的阵容很关键了。这把第二季理论上阵容还挺好做的，对，他的选择特别多，他甚至都选蓝色方了，你想想，就怕他有选择困难症。东西太多了，不会选了。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季依旧去搬大司命啊，搬掉了大司命，不可能给你。这边狼队是由于没有海诺，搬掉了空空儿，搬老虎，逼你搬鲁班大师，你搬，因为你的镜已经用过了。对，放不放鲁班大师？我们前面几局当中有聊到过了一点，是狼队放了，他搬的是盾山，他虽然不用1楼拿，但是要在前3楼锁下来，要不然就会被搬掉。对，佛山第二季他可以1楼先不拿，不亮招，我先看一下你前2楼选什么，我再决定玩不玩鲁班大师这一套。那如果说按照公有英雄池来看的话，现在孙尚香这一套是两边都有的。1楼圆塔没问题啊，跟鲁班大师打万能啊，万能打，我打什么都可以。我先看你打不打我鲁班大师，你如果打，我就不选了，不玩了。对，要是这个2个英雄对我鲁班父子没什么威胁，那我就直接鲁班大师。现在就是太多了，在第二季手中。是的，比较百搭，主要看狼队怎么出牌了，看狼队怎么选，他没有野核了。夏洛特没问题， 1楼夏洛特抢一个比较强势的一手对抗路。看2楼张良的选择是比较少见的，张良打鲁班父子确实很少见啊。如果这么对上的话，感觉张良也不是特别好打。看第二季选择吧。其实鲁班大师、鲁班7号打张良能打，是的啊，你不想打，你也可以不打，这个是完全看对，看第二季怎么抉择了。第二句在游走位置上面的话，一个是有太乙，还有就是有他们比较喜欢用来打中。吃叉，那吃叉的话，那肯定不要玩鲁班大师了。看他3楼要补什么，3楼中单或者辅助，太乙的人还是正常跟张良，这就是直接是打张良的。他直接是选择我不玩那个鲁班大师了，我鲁班大师可能有一点好打，也有一点不好打，我直接选好打的。我直接选好打你张良这一套。对的，我直接选你好打张良的，就是牌多嘛现在。对啊，那东西选择太多了。看狼队要不要配王昭君？只能配啊，他不配他后面没东西了。我感觉他只能选王昭君啊。选王昭君的话，对于这个圆坦限制是非常大的。对的，他如果不选王昭君的话，他安琪拉也没了，他顶天一个干将，干将女娲这种。对。
好，狼3楼搬掉曹操，曹操搬了没问题。现在就是搬对抗路有强度的。对，无脑搬还有一个尹嘛，你也得搬回去的，因为张良、王昭君挺怕尹的，尹就是克爆发的。你还多一条命嘛。对，第2季搬掉了一手阿古朵，哥都搬了，远哥都搬，海难英雄也能上班位。这是保护张良嘛？对，很多人喜欢拿别哥打张良。来，第2季是搬掉小鸡，阿古朵，那4班打野了已经。这是准备5班小胖吗？狼队这个尹是一定得搬的，他不搬尹的话，搬了。他不搬尹，那第2季太好打了。花园没有关羽了，但是吃叉，我觉得始终他就是个摇摆位，对吧？所以你还是不好说。他可以给对抗路，也可以给发育路，对，都可以。第2季最后真的是5班打野把小胖给搬死了。5班小胖看 SK， 这胖还有啥？梦琪没东西了，这只能说没东西了。那这把就是把球交给了自己的中辅，节奏上交给中辅，然后核心就是双边，这是实在没东西了。那这把游戏完全要看张良、王昭君了。而佛山第2季的话，也要看一下最后这个吃叉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第2季最后2手选择，这个吃叉到底是对抗路还是发育路？还有一个中轴，中轴的话打张良、王昭君，我记得前2天还有一个武则天的出现是吧？是谁用的？微博好像是。对，花卷。孙尚香。奉我为主。武则天。也没毛病。加孙尚香，太乙加孙尚香，本命组合，中单拿武则天打拆火，这把容错率很高啊！哇，这把第2季的阵容没办法排太多了。对，太好了。他牌真的太多，选择都是康特这边狼队的。那最关键的一环，狼队要把发育路交给道仔啊，这个发育路怎么补？要补大量的有伤害的，我感觉要补个大河吧。对，得大河，这个阵容大河没大河没伤害了，难打。但是剩下的大河英雄还有什么呢？其实用的差不多了。伽罗也不好打，伽罗没办法，大河就不好活。以陛下的名义，狄仁杰提速了。狄仁杰，那这样狼队他确实要提节奏了。那他还是按照自己之前的风格打快节奏。狼队这套阵容16分钟不解决你，我就解决我自己。那确实，这把狼队依然选择了这种有进攻压力的阵容。对，但他没办法，他牌不够多，就是没别人选了一套自己熟悉的，就是属于自己节奏类的一个阵容，因为要快节奏。今天狼队打的又是个快节奏，那我觉得这把球还得还给医生。他选狄仁杰了，我看张良、王昭君，看张良、王昭君了。说实话，看张良了。张良、王昭君主要还是看张良。其实2支队伍的话，他们在今年，因为他们打到巅峰对决的次数不多，而重庆狼队的话，他们自己在今年的唯一一次巅峰对决，当时选择到阵容就是张良、王昭君还有夏洛特这3个英雄。就是他们是敢在巅峰对决拿这3个英雄出来的队伍，而且他们也非常信任自己的找机会能力。那这一局狼队就是要把球权交到自己的中辅节奏上了。这一把的话，我可能会看好一点佛山第2季。今天很新的啊，虽然前3把啊，对我发力了，后面几局我后面几局的胜利还可以啊，但是反超了啊。对，压力很大的。我也觉得第2季这把阵容相对来讲。要容错率高很多，但是医生这手张良确实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我们说，按照医生他个人的操作习惯的话，是非常喜欢卡4级的那个几毫秒的那个时间点，对吧？去先抓一波机会。对，所以就是在自己的4级的那个节点上面，第2季能不能够捕捉到这一点？而佛山第2季的话呢，他们在这一小局选择出来的是给到了自己的下路双人组双本命，梦蓝的孙尚香和9库的太乙真人。梦蓝的孙尚香可以说是佛山第2季在一整个重组的过程当中一直支撑着这支队伍前进的一套体系。我们有聊过孙尚香这个英雄的话，他现在是单英雄使用最多的选手就是梦蓝，用孙尚香这个英雄。同时的话呢，在去年整个队伍在腾挪辗转的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孙尚香明世隐、孙尚香太乙是一次又一次的帮助第2季抢分的体系，也贡献过很多名场面。没错。所以在这关键的一小局，目前依旧是第2季手握赛点的情况底下，他们把重心偏移给到自己的射辅双人组，看一下孙尚香这把梦蓝能不能够带领着佛山第2季去战胜他们在 BO7 已经1300多天没有战胜过的重庆狼队。同时，2支队伍的当家选手小胖、梦蓝作为同期、同岁、同自留签的选手，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交手了16次了。前面11次，小胖是获胜了，梦蓝赢了5次。今天梦蓝是非常有机会扳回一城的。
4年前，两支队伍的第一次 BO7就打到了巅峰对决。那么在4年之后，今天晚上在年总的淘汰赛，颠还是不颠？今天晚上你们来支持的队伍是？那么今天晚上的赢家将会是？现场3000多人的呼声，现场3000多人的呐喊，已经充分的给到了这两支历经4年、充满渊源的队伍。今天晚上这一小局进入比赛，蓝色方佛山第二支，红色方重庆狼队。这把开局是张良王二军失中，也是因为小胖拿了梦7的原因，他速率有点慢，对，不太好先过中，慢得很这一球，没招啊，但没牌了。其实对于第二季来讲，看到了狼队这个阵容，花园这个点只要足够小心，那狼队前期就不好起节奏，因为你抓双人路不好抓，有太。对啊，第二季这一把就不要犯上一把的失误，不用打多节奏，就打单节奏，打防守反击，抱团抱紧一点。是啊，像他们前几局那样，因为后期狼队这个阵容是绝对打不过左边的呀，很难打，完全是要看狼队这一边张亮、王道军能不能打开节奏。是的，这一把他们的中辅节奏是相当重要的。中轴一起抢，要张良要赶紧去帮刷野区，因为也可以蹭一下经验，让他自己早一点到4级。他就是在和太野阵抢速率。对。而第二支的话，同样依旧在帮婉婉这边打野进行一个提速，这一把他将会是队伍的单前排。哎呦，这个按键更夸张啊！你看他闪现和恢复拉开了，2技能提高了，很大一个。有个性。哎呦，红 buff 一声拿掉了，哎呦喂，这样的话他的到4级速度应该更快了。速度更快了。这个画面其实这是直接给的还是他应该是不小心吧？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看到前面在那个 buff 到半血左右的时候，他都不敢丢法阵了呀。但是张良这英雄确实很容易，对，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拿掉了。赛场上这种画面真的挺多了，挺多的。张良身上很常见，不意外啊，张良。这样也算是一个。小提速，对吧？等级张良也算提速吧，对吧？他俩也算提速吧，对，10到4了。好家伙，谁是辅助我都认不得了。那这一波第二季其实是要小心的。这波张良到4了，中轴这一边清完线，看一下张良王道军该如何去做一个节奏的开启。那好像九库的太乙真也到4级了，那这样他就盯着张良的位置。这一把就是抓。和哎呦，闪现来吗？闪现黄牌，九库在给了一套，不怕要开始反打了，并且直接到手再找张良。我感觉他们第一时间犹豫了一下，然后突然一下又果断了，你发现了吗？问题是你交了3个闪现过去，一套技能combo打不死，甚至被第二季反打了，你3闪掉了，还死了2个。我们刚说完这把就是抓和反打的关系，然后狼队一出手炸缸了。他可能没有想到九库在附近吧，我感觉他闪现过去之后，太真出现在他脸上的时候，他就有点后悔了啊！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选择这么打了。这一波巨伤，很伤了，这已经给梦蓝起飞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这波，你看第一时间他也在草这边打了个复活嘛，这复活都没打出来，说实话还没打出来，因为狄仁杰不敢输出了。对的。狄仁杰只敢跟个大闪，然后快速跟输出。这个时候经济差已经来到1500块，张良王道军的第一波进攻直接被化解，逆风了，这已经很难打了。这也是我们说到张良这套体系，随着他已经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所有队伍的了解都是比较深的。对的。而且第二季虽然这个队伍去年没有打进淘汰赛，但是九库他去年可是和狼队交过手的。是的，有他要报充分研究啊。对，这边也是九库上去直接先舔一下。中轴中线直接给这边的梦奇吃，张良王道军还是想去做节奏，他没办法，不管劣势还是不管逆风还是顺风，他必须得找节奏，他不能停下来，他停不下来，他没办法停。但是九库这个位置甚至想开团，有点想夹过来，正面先去直接闪舔过去，找到了后排，婉婉拿掉，叫了一个大招往后走，龙是第2季的。早点这波是1闪接大招，帮忙去打了一波太人接 combo， 对。打了波拆火也算开了一波团，然后让婉婉拿到龙了，控住了小胖。
说实话，第二季拿到一点优势之后，甚至都不想让狼队有进一步的节奏。是的，我只要抱团抱得足够紧，我就不怕你。你这套阵容其实出伤率也不是那么快。这个时候压力给到狼队啊，狼队生死时速，他每一秒都很关键，要想尽办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开节奏。但说实话，你现在就和平发育1分钟，这宋尔香就会拉开狄仁杰的经济。他带着太乙真一直在吃刷钱，，对，你只要不对他的发育产生任何的冲击，那这把他待会儿10分钟就能给你套出30套。是吧？整个野区他的家。而目前的话，梦蓝已经是3800的一个经济了，相当高。第二季现在已经开始收缩阵型爆半图了，中线只要一截我就抱着下路就给你推，我他其实上线直接放了，他5个人对啊，我推的比你快啊啊。，我甚至待会儿直接压你高地，你回不回嘛？是啊，梦蓝现在就是左边一个圆坦，右边一个太乙，全是随时还有保镖一个对全地图的一个武则天。都是为了给视野、给前排所有人护着梦蓝去打推进。是的，其实按照现在来看的话，狼队的节奏已经慢于第二季了，主要是现在第二季他就无脑抱团，你找不到落单的人了，没招。你找不到落单的人，你张良王昭君很难起节奏。这两个英雄其实是越打越没钱的，伤害只会越来越低。这还是要放到前面几局的阵容来说吧，留的牌太多了，牌选择太多了，对，想拦截一下。这种想法，差了2000多的经济，这4个人抱在紧紧的抱在但一起。是中路的塔，中路塔可能也得丢啊，2个射手啊，先磨一下。 6分钟终于塔没了，怎么玩呀对，这怎么办呢？那有没有除非啊？我觉得很难啊，我这都不知道怎么除非了。主要这个阵容的上限在这儿。他的这个阵容要赢，那就是需要张良去开团。但你张良开团，你现在经济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袁坦和武则天往回一顶，直接顶你脸上，其实就有点反过来了，就像现在上一把的狼队打第二季那样子了，反过来了，角色互换了。就看第二季有没有什么失误。对，说实话完全就是看第二季给不给机会了。对你只能看对手给不给你这样的机会。比如一个巨大脱节，张良给他摁住，给他狄仁杰黄牌身上给他杀了。来看是红 buff 谁的？玩红 buff 这边玩完直接交场，武则天给大招而且这边打断了一下，这边的动了一套杀，黄牌也给上了，又但地铁复活，要回头直接反顶一下。要打5个，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玩？完美团2连击破3连决胜，花园3杀起3飞，杀直接进去就一个大招啊，开始 A 就完事了。第二局完美的反扑啊！哇，9库花园2个人感觉跟核弹一般。太夸张了！9库今天的拆火能力和保人能力是拉满了拉呀，爆了！做的相当不错。这一波感觉直接把狼队打的懵掉了，有点已经没办法了，难以还手了。这确实很难打了。而正是因为这种画面和这种决策的产生，也会使得第二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9库产生如此高的一个信任。说实话，第二季就希望你来摁袁坦的，对他就是来扛伤害、吃技能的。对，这个时候看9库，先给复活打了一波，然后回头一个点哇炸5个人啊，太夸张了，炸了5个，一个2闪。这直接把狼哦，队你看残剑打的他，振臂高振臂呼了。高呼啊，都开始怎么说呢？现在是真的，但是刚刚狼队啊，他也得开，他只有开才有机会。你得想办法跟对面换一部对他技能。，他只有打了才有碰撞、摩擦才有机会，他不摩擦是到后期那不是等死了吗？本来就是个倒计时阵，对，倒计时这种所以没办法，但目进退前两难。从很难打。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第二季现在是6-0的开局，而且他们现在只需要哎，本本狼狼文章要来开团，正面的话，武则天手里没有闪弹，有大招，袁坦直接顶进去，又一个闪现把红包把反掉，黄牌定到了，但是没有人敢跟啊，这个位置。我真的是拿到1点优势之后，一点不给狼队机会。是的，越到这种时候，第二季就越要保持冷静，因为现在的主动权完全是他们的。先拉扯了第一波，现在又是纯技能，现在就是横着走，就是抱团啊，对啊无脑抱团了，就跟上把狼队一样，我见对人我就想开。对我只要人齐我就跟你干。狼队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张良很难先手，他们到底该如何应对第二局的进攻？上路奥塔直接也没了，没办法，他正面碰不了啊，一碰就碎了。落单吧，对面又不给机会，我感觉这个时候医生应该换一个主动装，把他的这一手护盾改成奔狼文章，看能不能无脑抓边了。
就这舞蹈只花园能抓花园，那没任何办法，只能抓花园，因为只有花园是一个人去带线的，其他人都两组队的。你看他们。但我说实话，九库有一手奔狼，就算你那边奔到了花园，第一时间只要没给他秒掉，或者说就算你秒掉了，技能交光了，九库奔狼奔过来反包，你要被团灭也是。但是现在在10分钟龙点上面，其实第二局他是要收缩一波的。经济差距特别的大呀！这种绝境当中10分钟这波龙团，我觉得必须得拼了。狼队确实不能放，对他得出来放每一波资源团，每一波都得打，不摩擦就等死。小胖的角想色去换想换龙，队友没过来呀。队友是有点想在正面做骑一士的，个梦奇怎么打呀？这梦奇打1年啊，干嘛？但是第二局也开刀了，直接找到这边秒掉了，被秒掉，然后可以反包，直接再去追对面龟息这个位置50天给大招，所有人都知全道了，看出来，怎么走？从后方的位置过来，闪现躲了一下，但是后面的话看一下花园的位置能注意啊，这花没了，直接找到龙王去另一个位置，果然鲜美的走，龟息得打，也拿走后面2连击破，身也跑不了，完完跟上一个顶，卡住就可以，下路是有兵线的。下路的人去一波了，小胖那边龙也没打完，他怎么打呀？一个肉梦奇。但是现在只剩下小胖一个人了，决策最后第二局做的会更加的完善一点。活了一个倒闪，下路5打2能赢过吗？九破卡在前面，梦奇的大招被挡住了，想要去用力清掉对方，并且还有一个跑车兵没有能够清到兵线进去，7分钟，好，这就让我们恭喜佛山第2局。